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228这一天哦，美伊开战，好到现在哦，刚刚一轮算算大概是12天哦。好，那目前看起来哦，战事还是持续的延烧当中。好，虽然很多的股市哦都已经回神了，但是后头可能还有很多波澜哦。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伊朗哦袭击了以军武器制造设施，还有卫星资料中心。好，这是伊朗军方所说，他说他们当天使用的是自杀式的无人机来袭击位在以色列海法的一处武器制造设施跟一处卫星情报资料的接收中心。他说对以色列作战能力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好，遭袭的卫星资料中心对于收集军事还有情报资料是非常重要，在协调以色列侦察卫星运行上面是有发挥作用的。好，所以呢，伊朗军方特别讲出这件事情当然是要告诉大家说啊，我们其实已经把以色列的眼睛打掉了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好，那当然看到伊朗专打美以的通信雷达嘛，有奏效吗？我们看到这个是英国的《每日邮报》有报道说啊，飞行跟踪资料显示，那最近美国海军16B 的水星战略空中指挥机多次的升空。好，它的配备有一个特殊的天线，可以在战时的时候充当美国总统跟国防部长的空中指挥中心。那五角大厦是以作战安全为由，拒绝对此来进行评论。好，那我们也看到的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他也放话了，他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有必要不管多久，我们都做好了充分准备，那持续的用飞弹来攻击他们。所以您可以说这个川普所说啊，我们已经把很多的东西都打掉了，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僵局因为伊朗他们还是非常的强硬，尤其你可以看到伊朗的议长议会的议长这个卡利巴夫，他也说啊，我们绝不寻求停火。我们坚信必须给侵略者迎头痛击，让他们能够吸取教训，永不敢再生出侵略伊朗的念头啊！好，那伊朗这个强硬的态度也直跟川普来唠狠话。好，因为现在伊朗已经选出了新领袖嘛，叫做穆杰塔巴，他是之前领袖哈米尼的第二个儿子次子好，那川普现在呛瞎说啊，这伊朗的新领袖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否则他撑不了多久。好，那《华尔街日报》就爆料说啊，有现任跟前任的美国官员透露说，川普其实已经告知助手，如果穆杰塔巴不愿意向美国的要求来做出让步，例如说像是停止伊朗的核计划，那他就会支持对穆杰塔巴的斩首行动。好，所以杀了爸爸还要杀儿子这就是美国目前可能进一步的有新一轮的攻击所以大家就认为这场战争没有这么快结束，因为永远不会让美国有他想要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爆料，白宫这边是拒绝回应的。那是伊朗最高国安会秘书长拉里贾尼呢，也在社群平台上面说啊，我们伊朗不怕你也就是川普。他说啊，你的空洞威胁比你更强大的势力都没有办法来消灭伊朗了，所以小心别让你自己被歼灭。好，可以看到伊朗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且讲话也蛮大声的，也直接敢跟川普来呛瞎可见伊朗有一些底气存在好，那川普呢倒是有点骑虎难下。我们前几天才讲说啊，川普不是说差不多了但这个差不多到底是什么差不多呢？要不要见好就收啦川普说伊朗非常想谈但因为大家就有媒体问他有没有可能跟德黑来谈判，川普就说我听说他们非常想谈，有可能取决于条件，只是有可能，又讲一个似是而非的话但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则又提到说其实以色列并不寻求跟伊朗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其实可以跟美国来协调，决定何时来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那以方的目标呢，这个外长讲说从长远来说就是消除伊朗
对以色列构成的生存性威胁。但在伊朗现在的政权存在之下，是非常难实现的。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川普就说战事很快结束，但是3个原因又 tackle 了有分析说，川普的态度软化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目前在国际的油价是直接飙升的，担心民怨高涨。那而且长期的冲突可能会引发政治反弹。那大家知道美国在今年还有中期选举，所以对川普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那川普有一些顾问还私下敦促他要寻找退场计划，战争太烧钱可能也是因素之一。好，所以现在这个川普跟以色列虽然把哈米尼杀了，但是看起来没有用。那美国的情报也评估像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前夕他们其实就有做一份情报，好说美国的军事干预不太可能导致伊斯兰共和国发生政权的更迭。好，所以这也是大家一直讨论嘛，说川普根本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不知道目的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收手，所以也就没有他的终战计划。那这一场仗恐怕就会持续打下去，因为伊朗可能是不罢休的好，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提到了伊朗他们讲到了把以色列的卫星资料中心给打掉了。我们先问介大使。对，伊朗事实上的话，我认为它是导弹也不是那么无限制可以供应的，所以它打的时候，它就这种精准的长距离的导弹，它当然是要瞄定关键的这个军事目标削弱对方的军事力量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这是伊朗提供的情报那以色列绝对不会承认的，美国也会不吭气，是因为战争时候大家都把怎么样作为受损的情形降到最低都给它压住了，不会承认的。因为这是一方面不要助长对方的气焰，第二个呢，也是让对方不清楚他是不是像他所预期的达到了他们的军事这个攻击的目的。所以战争是怎么样？战争就是大家要高度保密不让你知道我的情况，然后掌握你的情况才有胜算。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只能用逻辑来判断，就是说当然啦，伊朗绝对是以这些军事目标为打击对象的那这两个如果被袭击到的话，那事实上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是绝对会产生很大的削弱力量啦。不过现在昨天这个Hexas 就是说还有美国的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联袂举行这个记者会，那他们表示说他们已经发动了更大一规模的攻击，怎么样他们这个美军多神勇然后呢要警告呢你们小心B2 的轰炸机也要继续要出动那所以就是怎么讲呢？看起来美国现在的战略就是怎么样以战促谈。他就是说我给你极大的压力，打到你受不了的时候，你跟我求饶的时候，你就要跟我走上谈判桌。就跟川普在讲的说，这个他说伊朗非常想谈，那还要看伊朗提出的条件。那这是川普讲的，川普的话，我觉得他也是都是怎么样，他都是为了怎么样，他是在斗争中跟人家作战中讲的话，他都有他策略性的目的，可不可信呢？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信的，因为为什么？要打个2折。对，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研判，现在伊朗的战略呢，跟美国正好相反。伊朗战略是以战促退，美国是以战促谈，这个伊朗是以战促退，叫美国自己知难而退。因为伊朗只要能够撑得住的话，川普政府现在面临的不只是伊朗就是说顽强的抵抗，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反对力量，还有甚至他的盟邦的劝阻。因为为什么？因为伊朗现在因为这个战争的情况封锁了这个荷姆兹海峡也好，造成油价的高度的不确定，然后呢波动很大，所以呢川普当时前天他突然出来举行记者会你看他一喊话说战争很快结束，股市就立刻就怎么样回升了，油价怎么样？油价就立刻掉下去了。所以呢，
现在这个整个不管是油市牵连的股市，股市牵连的债市，债市牵连的这个整个经济状况是很密切的。那如果说因为这场战争造成欧洲、造成日本、造成全球的经济油源的危机的话，那大家会去跟美国施压。所以伊朗的，我觉得他现在就等我继续打下去，就看你美国撑不撑得住。好，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海法的这个通讯及网络防御的这个地面战遭受到攻击，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受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除了我们看到美国有源源不断的讯息提供给以色列，那他当然不会用我们一般大家所使用的 Internet， 它会使用 Intranet， 用 Intranet 它就必须要使用这种天线。哪一种天线呢？那当然啦，有图有真相，也看到的就是这一个天线站而且我们这样讲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中高度的这个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例如说 MQ9 的无人机，或者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这些通通也都是用这种卫星天线在进行交练那如果你这个卫星天线都遭受到这样的攻击的话，那还能够交练吗？还能够进行目标指定吗？其实非常的困难。那其实我在做这些图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过这是我们看到特拉维夫的一个一瞬间我们看到从左边从各位观众左手边这边看到有4颗的这一个弹道飞弹就这样下降，然后下降之后前面的第1枚中了，第2枚即将命中，然后命中之后第3枚、第4枚。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以色列无论是海法或者是特拉维夫甚至耶路撒冷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色列只要在网络上看到这些照片，立刻去把这个人挖出来，到底是哪一个人照相，但是还是有嘛。那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特拉维夫实际的状况。我们看到这个街道上面空无一人，然后打得面目全非，然后怎么证明这在以色列？这不可能是我们看到造假还搞了一个以色列国旗这么完整嘛？而且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特拉维夫的一角而已它其实如果从高楼大厦去看的话其实真是满目疮痍那另外，他们真的有这样子拆这个所谓的监控系统吗？有我们看到这也是以色列的他的一个军人，他在不断的拆这些自己家里头个人装的这种监控系统。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这一些固定式的一样也会拍下来，现在也不用去拿着 SIM 卡，直接远端连接就好。他就是怕被远端接收了，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以色列也被打得很惨其实打得很惨的还真的不是只有以色列。我们来看看这周边的海湾的国家全部都打了一轮。那真正的幕后，我们之前讲到，除了萨德以及那个我们讲到的这个长距离的这个预警雷达之外，在左上角这边。这个是 OTH 雷达，在约旦。那约旦这个重要的一个幕后系统一样被击毁。所以我们这样讲现在双方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战争的极限了。好，所以这个以色列现在是全网封锁状态，怪不得我们在以色列的讯息当中确实比较少看见一些影片或照片好，永明教授。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过去24个小时，在伊拉克、在伊朗、在海湾地区以及在美国跟以色列遭受怎么样的打击以及各自放了什么话。伊朗这边3大城市德黑兰、然后希拉子跟伊斯法坦都在过去遭受到来自于以色列跟美国的轰炸，然后主要是弹道飞弹。那现在呢？标的变了，这个今天是第11天，它过去的7、8天其实是以军事设施为主，大概打了2000到3000个不同的据点。
大概在前天开始，它转为打能源设施，你就看到整个德黑兰是灰色的天空，下着黑色的石油雨。大概昨天开始，以色列威胁要打民生设施，所以从军事、能源到民生，它已经开始在转变。这个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它的空袭，他觉得只是军事不够，如果只是能源让你的经济受损也不够，他现在要针对人民。那伊朗在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4点钟，政府宣布以色列打到了一个据点，那边有1万人聚集啊，造成了就是一些这个冲击跟就是大火。目前伊朗已经死亡1300名平民，这里面包含那个165位小学女学生。现在确认所有的炸弹的照片，当时轰炸的这个影片都出来哦，也就是这是美国的战斧飞弹，连美国的民主党的领袖舒曼现在都开始在质疑，没有人在说这个是伊朗干的。川普第一时间栽赃给伊朗，你要解释，也就是说你不只是不人道，你还栽赃。那所以美国以色列这样子的威胁，现在伊朗也威胁，如果你打我民生设施，我也会打你以色列的民生设施。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跟相关的军事基地也受到了一些就是伊朗的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轰击。美国昨天说刚才有提到有说我要做有史以来这11天以来最大的轰炸，结果伊朗这边等了1天，有轰炸，但是不是最大的轰炸。所以川普是不是想要这个收手了啊？刚刚提到很多的因素嘛，股市也好，或者是油价也好或者是国内的压力以及战争的费用，他可能想收手，可是他没有策略，而且他会觉得没有面子。最重要是以色列反对，内塔尼亚胡居然说，如果川普敢收手，我就不参加加沙的和平委员会，还记得这个东西吗？所以以色列在加大对伊朗的攻击。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伊朗在昨天呢这24个小时呢，也对包含在伊拉克的美国的使馆，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军的军事基地，以及在阿联酋，因为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所以阿联酋在这一次遭受到的攻击是比较多的，比例上数字上。那同时巴林也遭受到攻击，可是巴林航空昨天就开始在恢复这个航空，所以现在看起来有一点错综复杂，武器相互还是攻击，可是呢，情势美国这边略微放缓可是呢，我觉得双方呢其实都还是在增加彼此的攻击，而且当然放话，刚才我们看到非常的多所以这里面尤其是这个165位小学女学生的死亡，现在变成美国媒体在针对美国军方跟川普的一个究责行动了。好，战火无情我还是要再讲最难过而且受伤最多的就是平民老百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觉得说，我们都常常在讲伊朗攻打了美国还有以色列什么？那是美国以色列不是也有相对应的攻击吗？没错，好，他们也有做对外的说法。我们来看到以军，他们说他们已经摧毁了伊朗国内的安全部队的关键资产。好，这个是以色列的军方发表的声明说位在伊拉姆省的伊朗国内安全部队的总部，还有情报机构的总部，还有多个动员穷人组织基地的关键军事资产都被他们摧毁了。好，那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有特别的喊话说你看我们要发动就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对伊朗最猛烈的空袭。好，美军将出动最多的战斗机、轰炸机，还有空袭次数，这情报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的精准到位。好，以色列空军之前有袭击30个伊朗油库，那也传出说跟美军之间好像有点意见这个分歧。那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说，那不是美军的打击，也不是美军的目标。好，所以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虽然是同一队的但是在同队之间有些想法也是有些内讧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如果美国、以色列如同他们所说的把伊朗很多东西关键都打坏了，而且他们还有最猛力的空袭的话，那伊朗怎么还可以持续的加大反击呢？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宣布真实承诺4第37轮的军事行动展开了这是在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伊朗使用飞弹打击位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军基地。好，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画面了，这美军的第5舰队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为目标等等的。好，那伊朗的国会议长说如果你们袭击我们的基础设施的话，我们就会以牙还牙的展开报复。好，刚刚永明教授有特别讲说原本是从军事的目标到后来变成能源目标，现在以色列跟美军似乎想要打的是伊朗的基础设施跟民用的设施，所以他说我们绝对会以牙还牙，毫不妥协，绝无例外。若他们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开战就会以敌方的基础设施当作攻击目标。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战争差不多了，结束了，有吗？没有嘛好，伊朗的防守那要看看撑不撑得住因为双方现在非常的僵。好，因为美国跟以色列联合空袭，所以呢，伊朗的新任防长是传出遭到了击毙。好，他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就是他，叫做哈塔米。好，最新的消息指出他疑似在空袭当中丧命。那伊朗的革命卫队圣城部队的新任指挥官达扎德也传出在德黑兰遭到了击毙。好，那美军近日也有对伊朗的海军来发动攻击。我们看到这个是画面上有至少3艘的军舰遭到了空袭，其中1艘是苏莱曼尼级的双体隐形飞弹巡逻舰。好，在被击中之后直接就冒出了一个大爆炸。好，那普京呢，现在跟伊朗这边也有通话了，他跟的是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再度通话。双方当然是因为以色列跟美国攻击伊朗引发的中东紧张局势在交换意见。好，普京就说他支持要赶快的缓和局势，而且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化解冲突的原则还有立场。那伊朗的总统则说这个感谢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支持，特别是向伊朗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可能希望从这个外交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其他的布局跟安排。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俄伊的外长通话也讨论到了中东的方面的状况。好，拉夫罗夫是俄罗斯的外长他说在随时兼顾伊朗跟其邻国安全利益之下，希望能够促成这些努力来提供协助，就是希望用外交的方式能解决，当然是最好了好，但是呢，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他就看到俄罗斯在跟伊朗这边有一些通话咯，就赶快说你俄罗斯不要介入伊朗战争叫他不要参与其中啦。好，那这一场的战争其实刚开始大家认为川普可能就是认为斩首了哈米尼之后，一切就会结束了，恐怕也不是这样嘛近日的发展显示，川普政府严重的误判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对于缺乏明确的结束战争策略的情况是越来越悲观，所以纽时的报道上说必须要小心因为很多的幕僚就算知道这些状况是很悲观的，都不敢跟川普表达看法啦因为川普这种人蛮易怒的你跟他说实况，他不见得会接受耳朵很硬但是嘴巴上面要讲得很碰红。好，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当然是不断的宣传我们自己大胜，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伊朗又怎么能一直不断的反击呢？好，我们先问舰长。面对川普不能说实话，只能拍马屁。那如果你说实话，立刻就立刻 fire。那我们来看到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苏莱曼尼级的这一个飞弹巡逻舰其实它跟我们的台湾的塔江级军舰
非常像啊，也就是700吨。可是呢，它上面可以带6枚的这一个反舰飞弹以及16枚的防空飞弹，而且它后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行甲板，可以降落直升机啊。那但是呢，这一种我们经常讲到啊，这个逆中的这个不对称武器真的不对称吗？我们来看到啊，美军就是他直接用无人机啊，他这里还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度并不高啊，他无人机将它标定之后立刻进行攻击，所以你再怎么样逆中呢，其实都有限制。那另外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把这个焦点集中在霍姆兹海峡，那霍姆兹海峡呢，除了现在还没有打出的这一个反舰飞弹之外，另外是不是有可能使用水雷呢？我们来看到可以布放水雷的这种小艇啊，一样也在美军的打击之列。美军这都是它的中央司令部所释出来的照片。这一个照片，如果它其实是个影片啊，我们就会看到它会啪啪啪啪啪一直闪，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雷射指标器照准在目标上面，然后使用飞弹或者是使用这个距外的飞弹来进行攻击啊。那这种攻击有效吗？其实没效。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到底伊朗有多少这种船啊？这个叫做一眼看不完啊，各型都有，而且呢，这个是露天摆放的。那地下有没有？地下也有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最后被击杀的那一种，而且它连水雷都布放在地下。那如果美国一直说啊，它其实已经把这些地下掩体都已经瘫痪了，这些飞弹都运不出来的话，那为什么它还会一直被攻击呢？那这个水雷其实就跟我们台湾用的那个 Mark 6型的水雷一样啊。那它这个水雷是一种漂雷，也就是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呢，它上面有一根一根触角啊，那个触角呢，它是一根玻璃管，那个如果一撞到船体破了，它那个海水就进去，海水进去就变成导体，然后就触发这个引信爆炸哦。所以我们讲说啊，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部分了。那其实呢，我们从这次的战争之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如果说从法国的这一个必须要付费的 Intelligence Online， 那对不起，我不能够给大家看全文，因为它有限制的。他说你超过这个限制，虽然有付费啊，他也取消你的权利。他就讲到说，阿联酋防空的真正漏洞在哪里？也就是这一种无人机，哪一种无人机？就是之前在战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见证者136，见证者136就是伊朗做的啊，俄罗斯只是将它发扬光大而已。那他们说，我可以攻击它的一个发射器啊，它的发射器在哪里啊？在皮卡，什么都可以啊。他用皮卡，你觉得他是弹射吗？不，他就是用一个速度在那边飞行，皮卡见证者136就飞起来了。所以春风吹不尽，你砍不完，你打不完的。所以川普以色列收手吧。好，可能要这个美以收手之后，战争才会稍稍的更缓和一点点哈。好，介大使怎么看？我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对这个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油库反应这么强烈？听说就是说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啊，美国国防部官员直接打电话到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对口，开口就骂三字经，骂脏话，骂三字经。那为什么又不是打美国油库，美国干嘛去骂以色列呢？对，那显然这个油库对美国很重要。也可以说是战争的罩门，美国战争的罩门之一就是油库。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很怕打了伊朗的油库以后，伊朗就报复。伊朗报复谁呢？就报复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的油库。那海湾国家的油库呢，现在都装得满满的，因为它运不出去，里面装了。那这还算小事啊。如果说还不够不够劲儿的话，那就直接打油田。那这个荷姆兹海峡也不必开不开放，那就不管了。全世界油价就怎么崩了，对不对？所以呢，
美国的罩门在哪里？美国罩门就在石油，就在天然气，所以他基本上他的战略上就不碰伊朗的油。他说我都是打军事目标，一开始说我是要正好消除这个伊朗的核武的能力，我打的目标都是核武相关。第二个就是说我要消除它什么？我要消除它的这个导弹的能力，所以打的目标都跟导弹有关。当然，美国前几天他们的军事单位承认，我们也在打，让伊朗没有电。电是军民两用设施，它应该是属于关键基础以及关键民用设施。你已经打电了，对，所以就美国不断的在放宽它的打击，可是油它不敢碰，油一碰，基本上如果伊朗也报复的话。这边都是产业国啊，卡达、巴林、科威特、阿联酋、沙特，打几个就表示这个已经失控了。美国就怕这个情况失控。川普今天为什么立刻出来记者会，然后呢，口水比茶多，为什么？不是战场上他撑不住，而是油价，能源危机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那这是他不愿意发生的，这就是他的罩门。所以呢，再强的国家也有他的罩门。你是一头恐龙，你可能身上也有罩门。所以美国不要老是觉得别人都是怎么样被他打着玩的，他自己也有罩门。其实伊朗看得出来又有点玉石俱焚的这种态度反正没关系要来大家一起毁灭的态度，这种是最可怕的，不要命才是最难缠的对手。永明教授。不是伊朗人不要命，而是美国人要伊朗人的命。我们来整理一下伊朗到目前为止的战损第一点，它是遭受到外来的武力攻击，而且是非法的武力攻击。因为第一时间，连西班牙、法国跟挪威都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攻击是非法的，是不正当的。川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时间去处理他们这些欧洲盟邦对他，要不然就是批评他，要不然就不理他，他现在没有时间处理。所以这是一个外来非法的武装攻击。第二点，他的整个政府的高层被斩首，不只是他最高领袖，他48位高层，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中阶的军官。你任何一个国家，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第三点。现在已经死亡1300位平民，包含165位小学女学生。第四个，整个它的军事，然后呢，能源到现在开始基础设施都被炸。那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到外来这种武装的攻击，把政府给斩首，然后呢，整个这种毁灭的轰炸，其实我觉得伊朗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伊朗到现在为止让川普很惊讶的是，居然这个政府没有瓦解，而且他还有效的反击，而且呢，到现在居然让美国在这个区域受损。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一些国家开始在可能要介入中间去做就是所谓的这个和解。埃及的外交部长打电话给伊朗的外交部长，那也放到 X， 但是没有下文。中国也派了中东特使但是大概我觉得目前为止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影响。美国自己也派了川普的女婿跟中东特使到以色列去，做什么呢？当然他不会到伊朗去了，因为他们两个刚好也就是在战争前，在日内瓦跟伊朗在谈那个核子协议的，也就是打烟雾战玩假的，让伊朗放松了，所以最高领袖才会跟48位的这个政府的高层在讨论是否要接受美国的要求，我们放弃核武，结果呢被炸。所以你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情况，当然他自己现在外交威望受损，整个盟邦已经开始不跟着他，然后呢，这个战争会持续，未来他在中东的驻军跟影响力一定会下降。你想想看，海湾各国花了大钱把美国请来做基地，结果现在被轰炸。那将来是不是还是继续要美国留在这边，还是做更大的基地呢？我觉得美国自己本身在这边呢是自我削弱，川普一定要自我检讨，见好就收啊。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刚刚介大使已经讲了，川普的罩门哦，在这一场战争当中看来是油。好，油呢，当然就跟荷姆兹海峡有很大关系哦，因为呢，荷姆兹海峡现在被伊朗封锁。好，那现在 CNN 报道说，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正在荷姆兹海峡上面布设水雷，而且说啊，伊朗是有能力在航道上面放置数百颗水雷。好，所以川普这边哦就警告哦，说伊朗哦，你要立即移除可能已经布设的水雷。如果你不移除水雷的话，伊朗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军事后果。好，每次哦，川普最喜欢喊话哈，就喊讲得很大声，但是都做不出来。好，但是呢，现在哦，美军真的有轰炸伊朗的16艘布雷艇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卫星的画面哦，这是美军他们释出的，说已经在海峡附近摧毁了多艘伊朗海军的船只。好，其中包含是16艘的布雷舰艇，好，以防伊朗在这条全球重要的能源航道上面来部署水雷。好，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哦就说啊，在川普指示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开始清除荷姆兹海峡的布雷船只。那美军哦是以毫不留情的精准打击来摧毁这些船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可见这个海峡哦对美国来说有多重要。必须要做强烈的袭击哦，要把这些东西给扫除。好，那美方呢，现在有似乎想要拟一个方案，保荷姆兹海峡是畅通的。好，这是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说啊，川普跟能源小组的人是正在密切的关注市场的变动，美军也在制定方案来保持荷姆兹海峡的畅通。所以川普不会容许无赖的伊朗恐怖分子来阻挡航行自由以及能源的自由流通。好，所以这个方案是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一个细节哦，但是可以看到出啊，真的伊朗掐住了大家的石油命脉哦，包含亚洲国家哈。好，伊朗的革命卫队最新的警告啊，说啊，如果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继续，我们将不允许1公升的油从中东运出。好，那现在也据报说啊，美国要求以色列停止空袭伊朗的能源设施，非常担心会遭到这个报复。好，华府是透过高级的政治渠道向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扎米尔来传递资讯。那知情人士说啊，因为华府非常担心这类的袭击会触发伊朗对海湾国家能源的大规模报复。好，那伊朗紧扼波湾的重要航道所以中东4国的石油减产量其实相当的惊人。我们看到伊朗对于波斯湾咽喉、荷姆兹海峡的钳制，其实等同是完全封锁。那现在导致波湾产油的国家储油设施告急，产量是大幅的这个减产的幅度是加大。好，4个国家每日减产量少说有600万桶，那为全球能源市场的混乱是再添了波动的因素。那现在有美国媒体报道啊，说川普的政府已经将目标瞄准到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关键终端，也就是哈尔克岛。好，希望能够派出这个地面部队来夺这个岛。好，说也是得石油是美国的目的之一。好，所以现在川普到底是不是紧张啊？因为看到了石油成本只有10块美元。那伊朗有一项优势，就是在地下资源跟委内瑞拉所需要复杂稀释的升级处理才能处理这个重油是完全不同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就算出来，伊朗生产成本低，那每一桶大概是10块美元到30块美元。好，那远低于美国的页岩油每桶60到70块美元。好，那看到伊朗、美国、委内瑞拉都有产油，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伊朗是轻质原油，好，那美国这边当然是属于中间基原油，比较难一点这最洁净也最容易加工的原油。好，委内瑞拉之前尝到甜头的川普他们拿到的是重质原油必须还要做一些这个精炼提炼才有办法来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现在就有人做了一些梗图梗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他老婆也很喜欢吃鱼的，应该是。我去过。咱们国家也产石油，他的国家也产石油。他们的石油跟我们的石油能比吗？开玩笑。伊拉克的油拉丝的，他们的油
是轻的，对，是比较轻一点，对，差远了。啊，是，要不然美国能来吗？好，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现在也就是整个海湾国家都已经打成一锅粥了。我们来看啊，这个蓝色的区域就是海湾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点，通通都是被伊朗攻击的。那伊朗是粉红色的这个区域，那它被打到的点都是蓝色的点。可是呢，刚刚有特别讲到，唯一没有被打到的就是这个点啊，也就是哈尔克岛。哈尔克岛的确切的位置啊，那当然，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就是在波斯湾的里面这一块。那里面这一块离科威特这么近，离伊拉克这么近，离沙烏地那么近，为什么一直没被打到？因为川普不能打。那我们来看这个岛，这个岛它上面啊，它满满的通通都是储油槽。那如果说呢？根据啊他们的每天的可以输出700万桶的一个那个原油啊，那也就是我们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靠泊的港口。那如果说这里被打了，那也就是伊朗它的一个命脉被断掉了。那对不起，就是刚刚介大使所讲到的。以后大家来打油田，那打油田就没完没了了，因为油田的救火不是说，我马上那个这个灭火，就是用水、用泡沫一下就可以燃油，不是就可以扑灭的，那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先要把这个油井的压力降低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看到美军的这一次的部署啊，跟以往的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它没有黄色的部分啊。黄色的部分是什么？2栖的部队，但它到现在都没有2栖的舰艇要出发啊。但是呢，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特战人员其实已经开始动员了。那动员的结果是为了什么？就是要去这个哈尔克岛这个地方，他夺下来之后，他也不要破坏。那实际上来讲，也就是这一次讲什么核弹啊，又讲什么你国内的那个社会的动荡都是假的，就跟之前在委内瑞拉讲这个毒品一样，都是假的。他真正川普要的就是石油啊，但是石油现在的问题可大了，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各个产油国他们的这一个储油槽都快满了。伊拉克6天，科威特14天，那沙烏地阿拉伯呢？那它可能可以久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东西的这个油管可以使用啊，那它可以维持的久一点。可是这个世界已经等不及了。好，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就是说，克姆兹海峡啊，如果是那么容易大家就可以打通的话，那老早现在船就走了，对不对？美国秀这些影片，对不对？打掉你的这个这些舰艇，还有这种所谓的飞弹快艇，那荷姆兹海峡开通了吗？荷姆兹海峡开不开通是看油轮敢不敢走。这些油轮的公司敢不敢让他的船跟着去走？那显然他们现在还不敢走，对不对？美国你要做到说，我可以跟你安全保证，我看是很困难，因为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39公里，对。可是你要知道海峡不是开阔，你随便走都可以啊，它里面也有浅滩，也有暗礁还有很多这些水里面的东西，所以它有航道的。这个航道有时候是很窄的。对，那个航道有时候偏那边，有偏这边。我跟你讲，不要说这个要什么布雷，伊朗那边岸炮都可以打得到，有的时候，那些岸炮你能保证它就是说岸边的那种岸炮不会攻击你吗？那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美国要派就是说他地面部队要去占领伊朗侧的荷姆斯海峡的伊朗侧。那现在说要攻击这个岛，这个岛本来就是伊朗跟这个阿联酋的一个有争议的岛。那这么好拿的话，人家会轻易让给你吗？你地面部队派下去，就会死伤就会增加了。川普愿不愿意？所以川普现在死7个人，他都已经怎么样？现在人家都在质疑他了。对，今天我听说他们就说有一位是少校，不是，还有一位是上尉啊。他们公布他的背景，所以呢，就是说讲得很简单，事实上效果要出来可能非常的困难。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变成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情况是美国继续打，伊朗就不投降的话，荷姆斯海峡就开不了。所以现在希望开的是谁呢？是日本，是这些买油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卖油的国家。他们最后希望最好的一个结局就是说，美国不要再打了，对，你可以跟伊朗谈和吧。所以美国现在的压力是大家希望他谈和，不是希望他打，因为他打不赢啊。好，教授，过去21世纪以来，在石油的价格上有3次的时间点它有波动。第一次2008，那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它一度最高到143块，但是低也低到只有33块，所以呢，那是一个金融跟资本的操作所造成。第二次呢是反恐战争，大概从2011年到2013年、14年都大概是100块以上，最高来到120块。第三次是2022年，就很清楚了，也就是疫情跟俄乌战争，就那么一年大概高到120块。可是各位，这3次都跟伊朗无关，都跟荷姆兹海峡无关，所以这一次荷姆兹海峡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是关闭的。它全世界2成的原油、2成的液态天然气，还加上更多的大宗物资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昨天美国的能源部长居然开玩笑说，美国的军舰已经伴随了一艘油轮经过荷姆兹海峡，很快1个小时之后，他又拿掉那个 X。美国国防部还发一个声明，没有美国军舰经过。然后伊朗就说，如果任何的美国军舰敢经过，他一定打。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一艘英国的货轮接近，它不是要穿过，但它接近航向接近荷姆斯海峡，就遭受到不明物体的攻击，然后这个船舰上燃火。所以基本上现在大家不敢走，因为它最短的地方只有33公里，整个长度是39公里。所以现在大家在说，美国说要去占领荷姆斯海峡，怎么可能？一边是伊朗的土地耶，所以没有可能去占领。伊朗也有超过仍然超过70-80艘的布雷的这个小艇，可是布雷小艇不重要，无人机、弹道飞弹，你谁经过一炸，军舰敢过吗？任何的油公司、保险公司敢过吗？可是现在这个战争有可能停下来签个和平协议吗？所以不要太乐观，对于国际油价或者是这个股市的变化哈。国际油价它可能短期，因为大家还有储存，因为大家可能还要可以临时去买现货，有很多海上的这个所谓的海上的这些现货的油船，但是呢，价钱都很高。如果战争不在1到2个礼拜之内有一个平缓的话，也就是它的强度跟频率降低。其实，然后同时要用外交的方式，各个国家去跟伊朗谈，让我们过，至少有部分的油轮，虽然不是每天平均100艘的油轮跟天然气轮过去，在战争之前经过荷姆斯海峡，现在1艘都没有。那如果能够恢复个3成、2成、3成，略微减轻对油价的压力。可是呢，现在科威特这些已经开始减产，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减产？因为储存槽已经满了。可是，一旦减产要恢复，那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这个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千万不要低估。至于美国是不是要伊朗的油，它运得出去这个荷姆斯海峡吗？所以也许战略目标跟实际上的这个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把一些通常我们认为好像想象中的事情当成美国的战略目标，因为我根本不觉得美国川普有很清楚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他大概就是想把哈梅内给干掉，然后呢伊朗就瓦解。可是有吗？他很讶异，现在美国有一点骑虎难下，他只有不断的轰炸，然后呢不要只看美国的媒体，